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关心的是字节跳动，现在呢一边他一手买辉达，另外一手买华为，又另外一手三线同时做自研哦。2026年，字节跳动说现在要做大事，习近平也下令了，接下来国产晶片50%都要用自己的国货。我们今天会关心大陆的晶片 AI 产业是在拼全方位的突破吗？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字节跳动在2026年砸下了高达了14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已经达到了4000多亿元，购买的是辉达的 H200晶片，而且被解读这根本就是一个大扫货啊！多到现在怎么样呢？科技公司啊，它现在已经呢，辉达找上了台积电啊，下单200万颗的 H200晶片，要求台积电来这边做一个额外的生产，赶快加紧生产，开启产线。那另外一条，我们来看到呢。它同样还采购的包括了华为研发的升腾晶片，订单的总额或已经这边统计超过了人民币400亿，换算也是57亿美元哦。同一条线，我们看到字节跳动不只是对外购买这些晶片，自己同时也在做自己的研发。步入了试产的阶段，效能根据了解，甚至是可以媲美辉达的 H20，甚至成本还更低。这种 AI 双轨同步的策略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字节跳动三线齐发，2026被说要干大事了吗？AI 产业会不会在这时候全面的版图重新全洗牌？来，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全洗牌是不会，但是朝中美两大强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其他的国家都被排除在外了啊，不管是日本、韩国，或者是欧洲、印度等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在 AI 这个系统中，他们只能够去捡一些这个大巨人啊吃不完的掉下来的渣渣吃。当然，掉下来的渣渣也可以养活很多小企业啊、小型的啊经济体，但是比较大型的经济体，很明显的它就会失去市场了。像日本、像韩国、像欧洲，他们基本上都失去这个市场啊，所以这个。未来 AI 的天下，坦白说，除了中国跟美国，而中美事实上就在做生死的一个较量了。这个已经是一个摆得很明白的。那您可以看到，在大陆来说，它不但在设计这个部分，它跟美国在竞争啊，不管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是闭源的啊。也就是说，美国走闭源的，中国走开源的，而美国的闭源事实上它已经守不住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 ChatGPT 也开始在做部分的开源，可是部分的开源就好像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了，这基本上走不远。你只能够全面性的开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全面性的开，所以它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这个欧洲、非洲，还有这个甚至连印度都渗透进去了。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国家，它本身没有像美国这么大资产的国家，也没办法像发展出这种 OpenAI 他们的这么大资产国家，他们当然走中国的这条路线。所以在软的设计这个部分，大陆跟美国的较量很激烈，估计美国赢的空间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就是硬体的支撑嘛，那就是你刚刚讲的晶片。对，晶片这个部分，美国它只能依靠代工。所以他用抢台湾的这个晶片厂，抢韩国的晶片厂过去，可是他还是代工。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是自己有生产制造能力。那你想，当越来越多的这一些，包括阿里也在生产自己的晶片啊，所以中国大陆的这种数据公司啊，它自己本身软的也设计，硬的也设计的情形下，那大陆它是不是提供给一个广大的土壤，就是说？你中芯国际，你相关的这些做半导体的硬体的这些晶片上，你就尽量快生产吧，尽量快赶上来吧。那我个人觉得大陆的土壤比较肥沃，是美国的土壤比较贫穷。那你想想看，这个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所以已经不是重洗牌，事实上只有两大强竞争，我们这种小地方只能吃他们大巨人吃不下的，剩下来渣渣，可能就可以养活我们这个小蚂蚁了。好，科技在未来在 AI 的发展会以中美两大国为首，不管在软体或者是硬体上面的竞争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那同时间，这两大国当然也要不断的去找算力
跟人才的重要性。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大陆现在也是全面的找人才哦，字节跳动跟腾讯更是祭出了这些非常非常好的待遇。来看到字节跳动做了什么，员工奖金暴增35%，加薪预算暴增150%，全面拉高最低薪资门槛。腾讯呢，直接开薪水加倍，成功挖走 OpenAI 的前研究员，这位是姚舜宇，直接空降担任他们的 AI 科学家。厉将军又怎么看？我们知道中美这两大国的竞争哈，在基础制造业方面来讲，中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美国了哈，甚至在很多新的产业方面也已经领先美国，包括我们都知道锂电池啦、电动车啦、哈、绿能产业等等都已经领先美国。但现在为止啊，跟美国还站在领先的，能够卡中国脖子的，大概就是科技业啊，科技业又以 AI 和科技这个晶片制造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可以卡住中国脖子，所以中国当然要在这方面想办法，要跟美国来讲，要具备最起码具备竞争力哈。那我们知道未来的算力就代表国力嘛，那 AI 产业我认为是人类的第4代的工业革命。第一次人类工业革命，我们知道是发明了蒸汽机，去用蒸汽机取代人力；第2次是发明了电力哈；第3次是这个计算机哈。这次 AI 产业可以说人类的第4次的工业革命。那谁能够拔得先头，哪个国家就可以掌有未来的财富。那中国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落于美国之后的。那我们看到中国你要发展 AI 来讲，很明显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有人才嘛哈；第二个，你要有资金啊；第三个，国家要能够。政策要能够配合。那我们现在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在 AI 科技方面的人才方面，中国现在事实上是不缺资金的啊，它可以利用它大量的资金来挖掘它所要的人才。那国家政策也相当的配合，譬如他说规定50%以上要使用国产的装备。我将这场竞争形容像我们军事来讲的话，就像是登陆作战一样你一定要先抢占到滩头堡，站稳脚跟之后，你再往前面去进攻。那怎么样能够抢到滩头堡，能够站稳脚跟第一个当然就是像前面所讲的，美国那边如果说有机会买到 H200的晶片，我就先买。那我自己同时我也发展我自己的晶片，同时我也培养我自己的人才这又像是储存战力之后，这个先抢占了滩头堡，站稳脚跟之后，然后再以图继续向上面来发展。当然，这后续的发展必须要有规划，要有计划，而不是像以前中国大陆一样，发展什么产业就一昧的抛钱下去，然后大家到时候这个钱跟打水漂一样到时候回收不回来，也没看到成效。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次发展 AI， 它一定是有计划、有规划按照15的这种这个规划的期程，一步一步有计划的向上发展。那不敢说是超越美国吧，但是我想很快可以看到跟美国并驾齐驱。对，确实，所以在这个大陆有关于发展 AI 晶片上面，国家政策下了非常大的力，除了持续的向美方买晶片之外，也力求，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消息，中国官方要求说，你接下来所有的晶片制造商，你要新增的这些产能50%都一定要使用国产的设备才行。最终目标，当然了，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就是完全的100%国产化，带动了大陆的晶片设备集团北方华创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跳跃性的成长那么现在大陆的资本市场也掀起了一股这个 IPO 的热潮，2家公司股价更是暴涨。第一家是有中国版本辉达的摩尔线程上市 IPO 的时候，首日股价暴涨425%。另外一家是中国的 AMD， 也就是木犀股份上市飙涨693%。美国的封锁政策真的失效了吗？委员怎么看？美国在推动科技产业，它靠的不是政府政策或政府补助，它靠的是资本市场。因为它的资本市场非常的开放，所以如有任何的新产品的话，那一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一下子会超过它应有的 CP 值，因为它给人家想象、预料的空间。那美国又有很多的投资机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一大堆，所以集中在那里的话。只要有一个人一呼百诺，大家都跟上去支持那个股票，辉达就是这样起来的。那辉达起来的话，当然是一个成功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那不管成功失败，总和来讲的话，美国的资本市场真的就是这个美国科技产业发动的发动机。没有资本市场，美国的科技产业起不来，因为科技产业很现实的，要投一大堆钱去到不可知的未来。然后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收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个资本市场，你给他一个梦，然后这个时候即使你的收入还没到，你的产品还不成熟，你的股价都已经先涨了。那股价一涨的时候，它就印股票出来，会有更多的现金可以投到研发费用里面，形成一个资本市场跟研发的联合的一种良性流程。是。那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大陆以前是没有的啦。那最近呢，学到了。摩尔线程这是个例子。摩尔线程本来是做一般的 GPU， 这游戏机啊这种特用的 GPU， 就最近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架构，叫做花港，叫 Flower Harbor。为什么取得这么诗情画意，我也不太清楚哈。然后这样的一个架构，相当于辉达的CUDA，然后接下来他根据这个架构做了2款晶片，一个叫华山晶片，一个叫庐山晶片。好像武侠小说，然后华山晶片是做 AI 用的 ，AI 晶片运算用的，然后庐山晶片是做游戏机跟工作上用的，它同时推出这样的一个来，那到底卖钱了没有？还没有，但消息一出来，被确认有这个技术，而且技术至少它自称说接近超过 H200，接近 B200。市场上马上给他很多的肯定，股价就马上暴涨，那就可以印更多的股票去筹集资金，做进一步的研发或实质上投产。这是一个字节跳动最有名的例子。那木犀股份呢？哇，那个更厉害。他一推出就说，我这个就是对比辉达的，我是 AMD 的技术，可是我对比辉达的效率，你们买不买？所以一出来的股价都暴涨了，快要700%啊！不，这个都是好事情啊，都是好事情啊。因为懂得以前啊，中国大陆都是用官方的资金啊，官方弄，平常心讲，那很辛苦啊，对。而且官员如果失败了还要负责任啊，资本市场输赢各自负责，而且它风险分散，是啊，搞不好利润都捡到了啊，所以这个。各凭本事，但是有官方有资本市场，我觉得是最理想的状况。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